去年的一份健康调查报告发现眼睛干涩是大家的健康困扰的排名第4名。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容易用眼过度，但是眼睛又是我们的生财工具之一。你也会常常感觉到眼睛干涩不舒服吗？又或是你已经是有干眼症了呢？今天这集影片跟你分享眼睛干涩怎么吃。欢迎回到玉群营养师，给生活加点营养。怀疑自己眼睛疲劳、干燥、眼睛发红、眼睛痒，可能是有了干眼症了吗？那干眼症的症状包含眼睛干燥、发红、发痒、疲劳或酸痛，有异物感、对光敏感，甚至有分泌物或是视力模糊等等。以往我们认为干眼症是单纯由泪液不足所引起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干眼症类型被发现才知道说干眼症的原因是泪液分泌变少、泪液蒸发比较多，又或者是泪液品质不良，无法保持眼球的湿润等等。但是什么导致泪液分泌减少、泪液蒸发增加，或是泪液品质不良的呢？主要原因可以分为内在跟外在因素。那内在因素呢，指的是因为身体内部的状况而引起干眼症，包括像是年龄啦、自体免疫疾病啦、荷尔蒙失调、遗传，还有神经功能损伤，还有肠道菌丛失调等等。那台湾有几个研究发现有骨质疏松症、气喘、慢性疲劳症候群、痛风或是老花眼的人会比较容易得到干眼症。原因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疾病都跟免疫系统失调、荷尔蒙变化或是全身性的发炎反应这些内在因素有关，所以才会导致这些人更容易得到干眼症。那另外一方面导致干眼症的外在因素是指身体受到外在的刺激而引发干眼症，包括像是环境污染用眼习惯佩戴隐形眼镜或是眼部手术等等。那再来，我们谈谈眼睛干涩该补充什么营养素呢？由于干眼症会带来发炎反应，也会让眼球表面因为泪液不足而持续暴露在阳光下，因此营养的补充以抗氧化跟抗发炎2个方向为主，打破氧化跟发炎反应的恶性循环。那以下几种营养素呢，能对干眼症状、角膜健康还有泪液的分泌都有帮助。那首先，干眼症的营养补充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干眼症吃鱼油有效吗？以大部分的研究结果来看确实是有帮助的哦。Omega 3脂肪酸是细胞膜的基本成分，那它也具有抗发炎调节脂肪代谢，还有维持神经功能正常等等作用。每天多摄取1克的 Omega 3脂肪酸呢，就能让得到干眼症的风险降低30%。那每天1克的 Omega 3脂肪酸是什么概念呢？大约就等于每一周吃掉16盎司，也就是454公克的高油脂鱼类。举例来说一周吃2片鲑鱼，大概就可以满足1克的 Omega 3脂肪酸的需求。只是要注意的是有另外一个研究发现血液中汞的浓度越高，反而越容易得到干眼症哦。因此建议避免吃鲨鱼、旗鱼、鱿鱼、尾鱼这种大型的鱼类，那可以吃青鱼、鲑鱼或是秋刀鱼这种比较小型的高油脂鱼类。那 Omega 3脂肪酸除了能够减轻眼部的发炎反应之外呢，还具有神经保护的功用，能够维持角膜神经的健康，对于分泌泪液还有保护性的眨眼反射都很重要。补充 Omega 3脂肪酸呢，能够有效缓解灼热感，还有分泌物增加等等干眼的症状，而且也能增加泪膜的稳定性，维持泪液对眼球的保湿滋润效果。不过也有一个针对中重度的干眼症患者的研究发现连续12个月每天补充3000毫克的 Omega 3脂肪酸对干眼症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帮助。不过话虽如此Omega 3脂肪酸仍然对健康有很多的好处，还是可以多留意摄取补充。那如果是吃素的人则是可以透过亚麻籽油或是坚果来摄取。再来下一个营养素是维生素 A。维生素 A 跟胡萝卜素对眼睛的好处大家都知道。那足够的维生素 A 呢，可以帮助维持眼睛黏膜的健康。那长期缺乏维生素 A 呢，可能会导致眼睛结膜的角质化，让眼睛的黏液分泌减少，以及让泪水没有办法平均的分布在眼球上。那干眼症的患者呢，短期补充维生素 A 就可以改善泪液的品质。那维生素 A 的来源包含像是内脏类啦、深黄色及深绿色的食物，例如像是猪肝胡萝卜菠菜、地瓜、南瓜等等。那下一个营养素呢是维生素 B12。有注意到很多眼药水都会添加维生素 B12的成分吗？那维生素 B12在体内参与多种代谢、造血，还有维持神经功能的正常。那也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神经病变或是带状性疱疹所引起的神经性疼痛的症状。严重干眼症的患者有时候也会有神经性的眼部疼痛症状，可能
是因为眼睛周围的神经被破坏了，所以引起眼部疼痛。那在补充 B12 之后啊，干眼症的症状都有所改善。那维生素 B12 的来源啊，大多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中，例如像是鸡蛋啊、牛奶啊、肉啊跟海鲜等等。所以吃素的干眼症患者啊，可以多留意维生素 B12 的补充。那下一个营养素呢是维生素 C， 眼睛表面的泪膜啊含有维生素 C， 可以帮助眼睛抗氧化跟抗发炎，那也可以维持角膜的完整性。那维生素 C 的来源啊，可以从柑橘类水果啊、莓果类、番茄、芭乐还有花椰菜等等来获得。那下一个营养素呢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啊在人体内有许多的功用哦，包含像是调节免疫啊、抗发炎啊，还有细胞增生等等。那不止如此哦，眼睛细胞里面啊也存在了许多可以跟维生素 D 结合的受体，还有帮助维生素 D 代谢的酵素。所以视网膜跟角膜细胞啊都可以把维生素 D 代谢成有活性的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对干眼症的作用啊，包含减轻角膜发炎的症状，还有维持角膜的完整性。那也因为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啊，所以对于泪腺分泌泪液也很重要，可以改善泪液的分泌量，还有泪液的品质。那缺乏维生素 D 的人啊，在补充维生素 D 几个月后啊，泪液的品质、眼睑充血，还有干眼不舒服的症状都可以改善。那维生素 D 的来源啊，可以从日晒、鸡蛋、牛奶跟菌菇类等等来获得。最后一种营养素是多酚类，在眼睛干涩的保健食品当中啊，花青素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营养成分，而花青素呢就归属在多酚类。多酚类化合物啊，除了花青素之外啊，还包含像是姜黄素啦、虎皮素啦，还有儿茶素等等。那多酚类呢，具有抗氧化、抗发炎，还有促进伤口愈合等作用。那对干眼症的好处呢，包括增加泪液分泌、降低眼睛的发炎，还有改善角膜的损伤等等。那多酚类来源呢，可以从姜黄粉，还有红黄蓝紫色的食物，还有喝茶来获得。那哪一种饮食形态吃了对干眼症有帮助呢？答案是地中海饮食。有没有发现地中海饮食对身体的各种疑难杂症都适用呢？强调摄取全麦类啊、全谷杂粮啊、奶类啊、鱼类啊、橄榄油、坚果跟豆类蔬菜，还有少吃红肉的地中海饮食呢，可以提高身体的抗氧化能力，以及降低发炎反应。那也可以改善肠道的菌丛，让肠道更健康。而地中海饮食呢，对干眼症的好处呢，包含缓解眼睛的发炎，还有增加泪液的分泌，因此能够缓解干眼症的不舒服症状。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常常吃地中海饮食啊，就可以吃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各种营养素，就可以维持眼睛的健康。从简单居家的毛巾热敷啊，到市面上许多可以调温度定时的热敷眼罩。那为什么要热敷眼睛呢？热敷对眼睛有什么好处？要热敷多久才能舒缓干眼症呢？眼睛热敷啊，可以增加泪膜的品质跟稳定性，让泪液啊对眼球的保湿效果更好，而能够舒缓干眼的症状。不过也要注意热敷的禁忌哦。眼睛有急性感染啊、严重发炎，或是有其他不适合热敷的眼部疾病啊，就不建议使用喽。那热敷眼睛的方法呢？每天2到3次，每次5到10分钟，温度40度以下的热敷啊，就可以帮助缓解干眼的症状。只要热敷5分钟啊，泪膜的厚度就增加了80%，就能增加泪液对眼球的保湿程度。不过要注意的是啊，并不是热敷的温度越高就越有效哦。热敷的温度啊，在30到34度的时候，能够改善干眼症的症状；超过40度的时候啊，反而会影响到泪液的分泌功能。那这集影片呢，跟你分享眼睛干涩、干眼症要吃什么。想要保养眼睛啊，让眼睛不会时常干涩不舒服，除了基本良好用眼习惯之外，也要吃够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素，才能让眼睛舒适水亮哦。希望这集影片有帮到你，记得分享给需要的家人朋友，别忘了订阅，帮你生活加营养。我们下次见，拜拜。